释怀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被一猜，不自在失态。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活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这样才叫十分精彩，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，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爸爸也很风流啊。妈妈还没出来的时候，爸爸身边还不是有一个小护士？这事人人都知道啊。当时我还以为很快就会有一个 step mother 了。你给我住口！你不要冤枉你爸爸。上次是因为你爸爸生病，我在牢里，所以才会安排叶雪阿姨来照顾你爸爸的。是啊，你妈妈的一番好意，你不应该误会你爸爸啊。可是连阿姨都说爸爸风流啊。可是妈妈相信你爸爸是专一的，会向你爸爸道歉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明白就好了。那小心，以后无论你做事和说话都要考虑到后果，不要像现在这种无莽了。还有啊，你跟Lisa的事情，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别人怎么看你啊？其实这种事在外国是很平常的，只要你们不喜欢，我以后不说就是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小心。你看，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我们再也不能够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，什么都听我们的安排啊。我倒希望他是人小时候的小新。那你知不知道刚才小新说什么？他说你这个时代脱了节，就好像上一次你想把叶水推给我，本来是出于一番好意，但是我怎么样都不肯接受。对不起啊，我只管说小新，竟然没有想到你的感受。我还要谢谢你啊，帮我澄清啊，要不然孩子啊还以为他老爸真是那么风流啊。好了，已经道歉了，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好了。老爸，见好就收吧。走开啊！不要挡我财路啊！陛下，原来呀，她是我的财神婆来的。2碗云吞面。谢谢老板。吃吧。你干嘛无缘无故的请我吃面呢？谢谢你今天无缘无故让我老爸赢钱啦。其实你的心里根本都不赞成我的做法，是吗？我觉得这样做跟出老千没有什么分别，况且给严先生知道也不是很好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这个人太认真了。我出老千只不过是想哄人开心而已。你有见过会让人遗钱的老千吗？这么好心的倒没见过，我只碰过骗人同情心的老千。你上过老千的当啊？骗我是一个阿婆。我以为他让3个在街上开赌档的老千骗了，便可怜他，给他点钱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原来是那个3个老千的老妈。那3个年轻人是不是其中一个留着胡子，其他2个中等身材的？你认识他们？我不认识，不过你转头看看，是不是后面那3个年轻人？就是他们。待会儿肯定又会有人上当受骗了。吃吧。大，别打大啊！啊，让人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好了没有？
阿婆，你不要要。阿婆，啊，你不认得我吗？我只是经过看看而已。两位，玩不玩啊？怎么玩呢？这有2张10，一只你玩，你猜中你玩，你就赢钱。好。请问可以3张牌都压吗？小姐，你会不会赌？3张牌里面只有1张是人头。关你什么事？这个呢，我压500块钱。这个我还是压500。这张我也是压500。哇，神经啊，又在要500。你快点开牌吧。好，我开。再开。全部都是女王，你快点赔钱吧。啊，我认得你了，你是元飞赌场的人呐！你管我是什么人？今天你开出3张女王，你就必须赔3倍的钱。你耍我们呢？是又怎么样？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可以出钱骗人。今天我要为给你们骗钱的人讨回公道。他们是一伙的，动手！阿婆，你先别走吧。这是给你们一点小惩罚，希望以后你们不要在街上开赌档骗人钱了，否则我就对你们不客气。我们不在街上开赌档，那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？你想拦截我们呢？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你们愿意做正当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来严家赌场。我们的赌场缺少很多荷官的。你愿意聘请我们？是的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希望明天我能够在赌场见到你们。阿婆，你以后不要跟儿子在外面骗人钱了，你应该回家好好享清福才对啊。谢谢你，小姐。果然是财神佛带给我好运，我丁思义啊，没有生错这个儿子。要是他追求成功的话，我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你们想怎么样啊？岂有此理！原来呀，这几天啊，有人上赌场啊，赢了钱啊，一出来啊，马上被打抢。你还好说，有大路你不走，谁叫你走小巷？老妈，我炖了花旗参茶给你喝哦。谢谢，还是我的女儿乖，一回来就帮我做家务。乖个屁耶！我以为啊他是同花顺，怎么知道变来变去还是那只黄牌？11哥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你的赌船生意怎么样啦？哎，好歹你也是老板娘啊，要好好帮你老公看住赌船的生意啊。11嫂，你还好说呢，你们都不到我的赌船来捧场的。我们在元飞那个赌场已经玩惯了。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别到那里去赌了，要不然你们去一次就被打一次，那就惨了。不会吧？最近这么多人打抢，搞不好啊，不懂是谁输不起，才用这种肮脏的手段呢，拿回顾客赢的钱。对，这可是啊常见的肮脏手段。哎呀，那我们就别去那边赌了。不去那，要上哪去呢？啊，对啊，到我的赌船来啊！赌船会被头晕的啊！不会，赌船其实跟陆地上的赌场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我还可以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用肮脏的手法去拿回顾客的钱。好啊，以后我们要赌的话，就上他的赌船赌。大叔，我们是记者，想要访问在赌场外被打击的受害者，今天被打伤了。看到我的头包到好像一粒粽子，就知道了吗？哇，你们真的神通广大哈，找到这里来哈。我们想跟你做个专访，可以吗？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？是这样的，我在赌场赢了钱，想回家庆祝，一出来呢被打抢，还把头打到这个样子。你们说说看啊，这个是什么世界啊？你是说钱是被赌场抢回去？80%是。喂，老公啊，要死哦！我们的儿子是在赌场里做保安的，你这样说，你不是害他砸了饭碗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是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戒指会找上门，不然我不会让我爸爸乱说话。你怎么搞的？你知不知道被他这么一说，对我们的赌场影响有多大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愿意负全责。你想负全责？那最近赌场外面发生了好多抢劫案，你保安不足，你是不是应该引咎辞职呢？赌场外发生的事，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可以控制的。总之，造成我们赌场里的客人受到伤害，就是你失职。就算不被炒掉，也应该降职的。丁伟做事向来有责任感，我不认为这件事是他失职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你老帮他说话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让赌场失去一位好员工。好了，没有，立刻派人去查，最近在我们赌场外被打劫的那帮人是什么来头？要喝什么今晚叫，不用客气的。哦，好大方哦，出钱买风流，跟你爸爸学的。哼，你有本事的话，你拿钱出来啊，不用妒忌我的。我妒忌你，你也不想想你现在是什么处境，想跟我比？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啊？你爸可是过气的赌王，想继续做赌王的儿子是吗？认罗神风做干爹。我爸只是一时失手，他永远都是赌王。你别死撑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爸爸不肯教你赌术吗？是因为你是赌术白痴。说什么？赌术白痴！哼，有种的话就再跟我比，看谁是真正赌术白痴。你跟我挑战，好啊，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输了是要磕头认错，那你就等着给我叩头吧。5立6，1立5，看来你是输定了。除非你能够摇出6立6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要叩头了。看着。3、4、5、6，很抱歉，你输了，跟本少爷叩头认错。你出千，我出千，你哪次公也看到我出千？输不起就别跟我赌。是啊，愿赌服输，快点跪下。我要走，你有本事拦吗？哼，你们以人多欺负人少，这算什么英雄？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嫌你的保镖碍手碍脚，老早把他赶出去。愿赌不服输，我一定把这个大笑话传出去，看你还有没有人见人。要向一个囚犯的儿子叩头，那才是没有面子。你。看看你们是，给我打！蹲下！大爷，你没事吧？你不会等到我死了才回来收尸？你们给我记住，我会叫爸给我报仇的。董小姐，我先去办保释手续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
董小姐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他们整批人在里面录口供，燕少爷他在里面吗？我的律师已经在里面办手续了。长官，我是江浩琪的姐姐，我想保释他。你弟弟打上我老总儿子的头，想保释，我看很难呢。董小姐，可不可以请你律师帮忙保释他弟弟？董小姐，请你帮帮忙啊！我相信我弟弟不会随便打人的。我不可以做主哎，我们还是问过严先生再做决定吧。你别担心，一定有办法。我替你找律师。他可以走了了。谢谢你。小心，浩琪他怎么样了？你们怎么会打架的？他还在录口供。苗姐，浩琪是为了我才跟人打架的，我们也把他保释出来吧。你爸在外面等你，我们走吧。严先生，令公子已经保释出来了。明天我会到赌场去和你研究他的案件。我先走了。苗姐，上车吧。爸，你妈在家里等你，有什么话跟你妈说吧。开车。妈，对不起。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不是我先动手的，是 Henry 他们先围攻我的。好，我先不跟你说打架的事情，你告诉我，是谁叫你摇骰子的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在玩游戏。你还撒谎！已经有人通风报信，说你能够摇出6个6啊！你说，谁教你赌术的？没有人啊，要说有，就是外公咯。你外公已经死了，他怎么教你啊？小时候，他在我面前表演过。那时候，他还教会了我一点赌术。小信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？你们一直都不让我学赌，哪敢说出来？我知道打架是不对，可是那个 Henry 实在太过嚣张了。他说爸爸是过气的赌王，他还侮辱妈妈是。是什么？他说妈妈是囚犯，他还说他爸爸随时可以让妈妈回去坐牢。只不过给人家取笑几句。小新，你只要忍一忍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后果啊！啊！爸妈，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我吧。不能原谅你。齐放，算了。你不要替他说话。你忘了他上次答应我们什么？人家只是说你几句，你就跟人家打架。如果人家打你的话，你不是要去杀人吗？你明知道妈妈不要你学赌，为什么你偏偏去跟人家赌博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令我多么痛心啊？妈，对不起。这件事情不可以原谅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搬到别墅去住，半步也不许离开。我会叫你爸爸派人看着你，你自己在那边反省吧。爸，你不用求我了，你妈说的对啊，这件事情是你自己闯出来的，应该承担这一切的后果。你长大了，应该反省啊。阿飞，你会不会觉得小新的性格也有爸爸的遗传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不觉得现在小新像我爸爸那样的霸道，那么的狡猾吗？你别杞人忧天了。小新跟你爸爸相处日子这么短，怎么会像他呢？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们慢慢教他吧。
什么交啊？难道失去的8年真的补不回来吗？启芳，你别气馁了。小新现在也不是说无药可救，等他反省过后就会知错的。我真希望他明白我们的苦心。阿飞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是没有心情出席我们结婚纪念日宴会，取消它好吗？你不是这样就放弃吧？真是没有心情啊。严太太，有事吗？我看你心情不太好，还是迟点再说吧。有什么事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昨晚我在警局的时候，小新要求我保释他的朋友，也就是叶雪的弟弟。我不敢拿主意，所以我没有立刻答应他。你是说叶雪的弟弟还被警方扣留着？被他打伤的 Henry 就是总督察的儿子，我想保释他会有一点困难。他是为小新而打伤人，我们不能不管。立刻联络律师，尽力帮助他们。小新怎么突然学会摇骰子的？我怎么知道啊 ？Disco 的人说他居然摇出6粒6点，你说谁的技术那么好，会教他呢？就算我真的有这么好的技术啊，我也不敢教他。难道我不怕大姐骂我吗？不是你最好，不然你不用等飞哥退出珊瑚岛，你就已经不用上赌场上班了。什么？飞哥想要退出珊瑚岛？沙滩大姐的，一天不离开赌场，一天就没有太平的日子过。那赌场交给谁管理啊？交给你啊？苗和友康会负责打理，我打算我们一家人跟他们一起离开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事一向由你决定的，那轮到我说话。当然，因为我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。姨丈，你说句公道话啊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谁叫你自己沉不住气啊？你明知道你妈最讨厌你赌博，你还跑到 disco 里面显威风。现在啊，连你阿姨我怀疑也叫你赌输了，还好我瞒得住她。如果以后啊你再这样冲动的话，我再也不教你了。要是连你都不肯叫我赌输，我在外面一定给人笑死的。放心，以后呢再也没有人会笑你了。为什么？你爸爸已经打算不做赌王，带全家离开珊瑚岛。到时候你都已经不是赌王的儿子，那谁还有兴趣笑你啊？那赌场呢？由谁来继承呢？当然是交给美阳跟友康打理，难道会交给我跟你吗？爸爸既然把赌场交给徒弟，也不交给我，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他们？他不想你减入江湖恩怨罢了。哼，我说他是偏心，我又不是没有天分，我可是数学冠军呢。为什么只肯教美瑶和友康，却偏偏不肯教我？看开点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父母的脾气，他们决定的事情能改吗？不过退出也好，至少你到了外国做普通人，就不用担心被人家绑票了。好啦，你不肯教我读书，至少可以帮我把浩杰保释出来吧。他是为了帮我才跟人打架的，我不能这样不讲义气的。你放心吧，你爸爸已经吩咐美瑶叫他去找陈总督察了，有他出马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现在伤了人是刑事罪，不是道歉就能了事的。年轻人冲动是难免的。严先生吩咐说，你儿子的医药费全部由我们来负责。又不是严心打伤他，严先生为什么需要负责？虽然伤人的是张浩琪，不过他也是为了保护严心，所以他一时糊涂。严先生说他不能不管啊。其实小孩子闹着玩，我想陈总督察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应该不会跟年轻人计较的才对啊。江浩琪可是伤了我儿子啊！我想陈总督察你应该知道，是你儿子先动手的吧？
江浩奇他为了保护严欣，我想这是正当的防卫。我还听说他说了一些重伤严先生和严太太的话，才会引发这次的冲突。其实年轻人真是心直口快啊。严先生知道陈总督察你要竞选下个月的福仁社主席，特地让我来向您转告，他一定会大力支持的。我想江浩奇的事呢，就请您高抬贵手。我想这种小事就不要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了。那好吧，小孩子胡闹，警告一下，就不起诉他吧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我预祝陈总督察你能够顺利的当选。谢谢。他可不起诉就好了。你去通知叶雪和丁伟吧。这次辛苦你了。严先生，你真的要我们这么做吗？损失会很大的。你别管损失多少，照我的吩咐去做。糟了，飞哥，姐姐坚持要取消结婚周年宴会，哎，怎么办呢？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，如果现在取消的话，人家会怎么想？还有赌场的声誉快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说服启芳的，不用取消。怎么赌场没人？出了什么事啊？我们真的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。16年前，我们就在这里举行我们的婚礼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那个时候你爸爸跟我爸爸也是深仇，我们本来是不能够结合的。但是，我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在一起。我们真的经历过不少波折。看了当年的画面，我觉得我自己实在太幸福了。你就为了享受这一刻的幸福，我关闭赌场一晚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为了你，甚至失去赌场也是值得。就不知道明年我们会在哪里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你在牢里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一家能够团聚，我真的很想在这里举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是我们相爱的起点。启芳，无论这个地方经历过多少变迁，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变的。启芳，我们没有多少个16年，让我们在这里重温当年我们结婚的情景。以后离开珊瑚岛，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留一些美好的回忆给自己，好不好？董小姐，多亏你帮忙，好奇才会没事，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。其实啊，是严先生面子够大，我只不过开口跟他说声罢了。董小姐啊，我想见见严先生，亲自谢谢他。
其实啊，只要你肯来参加严先生的周年结婚宴会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他常说啊，没有你他就不能和太太一起庆祝了。我也不过尽点力，算不上什么功劳。你们两个再客气下去，我的肚子可要发出声音了。董小姐，你不要心疼她的钱包，她是个富婆。是啊，富婆啊，你又知道我有多少钱？你查过我的户头啊？董小姐，不必客气的，你喜欢吃什么？随便点啊。好啊，那我喜欢吃鱼，我们来个清蒸新斑吧。好，我替你选一条最新鲜的鱼。喂，我要牛油龙虾是吗？知道了，我就帮你选，忘不了。去。张小姐，我觉得丁伟好像很了解你。都20多年邻居了，他知道我爱吃什么的。原来你们是青梅竹马，难怪你们这么熟了。是啊，我们是青梅竹马的姐妹。姐妹？你放心吧，她不是同性恋。那你跟丁伟是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我们太熟悉了，根本不可能有感觉。做姐妹还可以啊。那他知不知道你把她当作是姐妹啊？我想他应该很清楚的，就算他不清楚，我也会尽快的和他说清楚。你看，这个皮包的颜色跟你的晚礼服很相配。你选的？很老土啊。小姐，这间店是我们已经逛过几10间了，见总统也不需要这么隆重。我尊重的是主人家啊。当晚你也不是女主角，你不怕抢人家的风头吗？他们才没你那么小气。很漂亮啊，小姐。小姐，我可以帮你吗？我要买这个。哦，这个啊，真对不起，这个皮包已经有人订了。那有没有另外一个？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个。我们还有别的款式，你看看好吗？走一整天，你累不累？想不想休息？喂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却给别人订了。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抢的，谁叫你们有缘无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严先生心里有谁，你最清楚。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我答应参加他们的晚宴，是因为我想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企图。一点也没有。你以为像你啊？别说我了，说说你自己。我觉得董小姐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。她是我的上司啊。怎么？法律规定上司不可以和下属谈恋爱的吗？还有啊，人家才貌出众，我怕你配不上人家。我条件很差吗？有什么配不上的？既然不是自卑，那就追给我看，证明你不是癞蛤蟆，是王子。丁伟，你别告诉我你对我有意思啊！神经病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那一晚你又吹萨克斯风？如果说是呢，我们是不是连姐妹也不能做？你尽管说吧，我受得起打击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你的心意的，我不知道原来你不想当姐妹。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丁伟啊，丁伟，我 OK， 没事的。其实那晚你吹萨克斯风真的吹得很好听。我听了之后也很感动的。可是，你始终还是喜欢听京剧。我骗你的。丁伟，
你不要再乱说了，害我买了200块进去带着回家听，听了3个晚上，还被11哥骂了。那这样我们继续做好姐妹了。不好，做兄弟吧。你整天把姐妹挂在口边，别人真的以为我是 gay 的。那好吧，一言为定，我们就做兄弟。走。这么久啊，等了2个小时了。妍霏夫妇决定举行结婚周年庆宴，我们应该送一份大礼去祝贺他们。想送什么？这个大礼应该让他们有一个意外的惊喜，要不然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。你跟严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就是不能放过他们。知道事情太多的人，都会很快消失的。等时机成熟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欢迎欢迎，黄专员，你肯来赏脸，这是我们赌场的光荣啊！哪里，严先生有请我，才是我的光荣呢。哇，那么大的场面，由你一个人打理，严先生他一定很重视你的。哪里，多亏手下们的帮忙，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！叶雪，你来了，让我向你介绍，这位是赌业专员黄云九先生。你好，黄专员。你就是那个为妍霏夫妇向市长求情的白衣天使江月雪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你这人还比传说中来的漂亮。哪里呢？您太过奖了。我今天很幸运能够认识到你这样漂亮的小姐，我想跟你拍张照，可以吗？嗯。好，先生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。嗯，我先过去。凡是美女的，我都不想错失这个良机。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好啊。嗯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张。小新呢？小新说他生病了，不肯来。他怎么可以不来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你去别处劝他，我不想姐姐难看。好。市长。你好。市长夫人您好。你好，越来越漂亮了。真的。谢谢。你们来很久了？对呀，来一会儿跟老公走一走了。各位嘉宾，让我们现在一起欢迎妍霏夫妇。是的，先生，谢谢光临，恭喜你们。恭喜你们一家团聚，心里一定觉得很开心吧？谢谢你们成全我们。要不是你们的帮忙，我们也不会有今天。你们请这边。好。哎，黄专员，谢谢光临。恭喜严先生，恭喜严太太。黄专员，我们过去那边喝2杯吧。好啊。伟信，小新呢？他说肚子不舒服，刚上洗手间。哎，黄院长。妈咪，表哥怎么还没有来啊？谢谢，请这边了。好。严太太，这是外面宾客送来的贺礼，指明要马上交给你。有说是谁吗？我不太清楚了。谢谢你。
终身监禁，赌后落齐方谋杀罪名成立。8年前杀我妻子人不是你，可怜你坐了8年的冤枉牢。当时你我妻子读了生死局之后，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，就是去清洗眼睛。输了这一局，你就遵守诺言，说出董思海的下落。哼，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这条命听到了我丈夫的消息。输的人就得从这里跳下去。我就愿赌服输。事实上，我的妻子并非因你射击她的一枪而致命，因为那支手枪放的只是空弹。我们两夫妇一直对你恨之入骨，所以我老婆才不惜用死来向你报复。师傅，你这边，你不能死啊！师傅，你不能死啊！开枪！别想杀死我，让我死得痛快一点。不，我走来救你。我已经没救了，现在我被毁了容。这个老天去，你一定要带我玩下去，不要难过。老钱是不能流露真情的。开枪！结果，我让妻子含笑而终，而你也真的中了我们部下的老千局，坐了8年的冤枉牢。今天我很高兴，送来这个惊人的秘密，贺你结婚周年之喜。就是坏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费一载，不自在失态，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